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重呢？大仙儿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人！报警！报警！问的怎么样？林哥，老板说没有任何陌生人出现过。问问他们。好嘞。林哥，我这边也问了几户人家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安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是案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确认是一名年轻女性，除了脸部遭到毁坏以外，手上的指纹也被磨掉了。安队，你说合成最近怎么这么多凶杀案啊？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点到11点。安队，怎么样？死者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00斤左右。从死者的长骨末端骨骺线至耻骨联合面来推测，死者的年纪应该是在29岁至32岁之间，没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。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，有牛肉、面包、西兰花，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据尸体的几项数据以及胃内的食物残渣来推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是大出血，致命伤在颈动脉。这是什么凶器？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物。伤口在右侧，凶手是左撇子，很有可能。 DNA 呢？失踪人口当中没有找到符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腰部那个纹身开始着手查。我想起来，我好像看过一个悬案，死者身上的伤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镇发生过一起杀人案，死者是19岁的女大学生，凶手至今未能找到。当年的办案民警推断，凶器是一支钢笔。现场有找到凶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案子还有更多的资料没？更多的资料估计得回到案发地，找当年办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况。你觉得这2个案子有关联？从伤口上来看，确实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断凶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还需要更多资料。行，那朱队，你跟进一下纹身的线索，我们去李家镇。 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提的这个案子呀，当年在我们镇上闹出的动静挺大的。跟我说说吧。这个死者呀叫樊绛雪，是个隔代教养，就是奶奶养大的。我们呢都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啊就喜欢画画，经常到后山上去写生。 出事那一天呀，镇子全乱了，县长啊也是手忙脚乱的。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？我们这个小镇呀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，再加上10几年前，侦破手段也不成熟，我还在想，这个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。 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伤口真的跟绛雪的一样？会不会，凶手是一个人啊？现在还不确定。这个人是？哦，这个丫头啊，叫胡洁，和绛雪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绛雪
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杰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弃他。2个人啊，经常一起上山画画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这个胡杰在场吗？那天他说他感冒了，他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他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降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杰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朋友出事当天他刚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后他立刻出国，这个胡杰肯定有问题。从年纪上来看，和无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，喂，韩队，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女孩，身上的纹身跟无名尸体是一样的，具体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。我把照片发给你，小苏，发给韩队。好。是胡杰。这个人是李家镇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杰。我会把这胡杰资料传给你，你找他家属对比一下 DNA， 确认身份。好。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啊，尸体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吧？对。当时法医鉴定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凶器是一支钢笔，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。怎么断定的是钢笔啊？伤口形状吻合，在伤口里发现了钢笔水。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画板，樊降雪身边有一支钢笔，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纹，但没有血迹。另外啊，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人明显打扫过，指纹、足印通通没有。最后找到了一根头发。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。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认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降雪自己的。支队。你过来看一下，浩然在林默这幅画。
发现一个问题，他的所有画上面都有 H 字母，应该是他的署名，唯独这幅上面没有。这幅画有可能不是他画的，把这些都带回去做下比对。好，去叫他们。高远，有什么发现？朱队，我们刚才发现了几枚指纹，这还有一根头发，这边回去检测一下，看是胡杰的还是其他人。好。高原，你看，有血迹。朱队有发现，洗手间里也发现了大量擦拭过的血迹，这会不会就是胡杰遇害的第一现场？你怎么看？李所长只提到樊绛雪和胡杰以前经常约在一起去山上画画，并没有提到有第三个人的存在。所以，那第三个人应该只是短暂在李家镇逗留，当地人并不知道他的存在。这3个人肯定认识，而且他们还相约在一起，画了同一片风景。这幅画上的指纹应该就是第3个人留下的。他等着胡杰回国了之后，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给杀死。我觉得不太像。虽然说凶器都是钢笔，但其实凶手的手法有所不同。你看，这个是胡杰的伤口，凶手杀死胡杰的时候，手法干净利落，钢笔笔尖准确地刺入了颈动脉，没有丝毫的偏差。你再看樊绛雪的伤口，这个位置介于喉咙和颈动脉之间，而且从伤口上来看，这不像是直接刺入动脉，更像是擦破。凶手杀人都是冲着颈动脉去的，中间相隔了14年，第2次杀人比第1次要更加的利落干脆。韩队，季主任，樊绛雪现场的头发跟胡杰的比对不一致。没错，上周5的晚上，这位客人确实来过我们餐厅用过餐。哦，当时他们就坐在上边靠窗的那一桌。你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他当时跟他朋友吵了一架，这名女士还泼了他朋友一身酒，在餐厅引起了不小的骚动。那你还记得跟他吵架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是一名男士，穿着西装，看上去挺斯文的。你们这个监控能拍到那边吗？可以。调出来给我看一下。来。能快进吗？行。从这里放。他们当时吵得这么厉害，你们店里有人听到他们因为什么吵架吗？这个不太清楚，我当时没在现场。你能帮我把这段视频拷贝出来吗？可以。谢谢啊，小王。好的。
喂，韩队，找到嫌疑人了。李家镇。哦。安大炮！你为什么抓我？放了我！我呀。韩队，胡杰家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是阮明宇的。画上的指纹比对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们先开始吧。你和胡杰在餐厅吃饭产生了分歧，他先走，你后走。监控显示，你离开的时间是晚上7点36分，胡杰死亡的时间是晚上9点至11点。我们已经确认胡杰家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在他家里发现了你的头发、指纹、皮屑。我和胡杰是朋友，经常去他家，在他家里发现我的这些不奇怪吧？另外，我给你们提个建议，办案子的时候稍微动动脑子。我怎么可能杀他？我靠卖他的画赚钱啊！胡杰不是你杀的，看见我们为什么跑？这两幅画虽然角度不同，但是是同一个地方。14年前你去过李家镇，樊绛雪被杀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胡杰的死到底怎么回事？主任，结果出来了，旧画上的指纹和阮明宇食指的指纹都不匹配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比对结果出来了。你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对吗？你知道什么，最好跟我们交代清楚。和胡杰在餐厅分开之后，我确实去了他家，也的确是为了这幅画，但我真的是要帮他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。小杰，昨天晚上卖家又打电话来催了，这都1个多月了。那幅画你打算什么时候交？我好不容易出来吃个饭，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么扫兴的事儿？我也不是想扫你的兴，可是你已经很久没卖画了，现在终于有人要买你的画了，你应该知道你有多需要这笔钱。啊，如果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，你跟我说，咱俩好好商量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画无价。那你跟我说，你在国外那些欠款，你打算怎么还？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事儿了？小姐，我是你的经纪人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了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那部分抽成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好。能不能不说了？真的特别烦。我知道那是你很多年以前的作品，跟你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你不想卖，但是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买你的画了，而且出的价钱很高。我希望你能正视你现在的处境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
你到底是不是疯了？你放开我啊！在我家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说了，胡杰的情绪一直很反复，他的做法让我非常的生气。但是气消了之后，我又非常担心他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了很多个，他都不接。我就想着去他家看看，看看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。当然，我更想弄清楚这幅画出了什么问题。你是几点钟去的胡杰家的？大概11点多。那天喝了酒不能开车，我打车去的。你们可以查我的订单记录。怎么进去的？胡杰那个时候在国外，他的这套房子是我帮忙张罗着买的。我有一把备用钥匙。进去都干了些什么？我是擅自进去的。另外，我不想让胡杰知道我有备用钥匙，所以我有点紧张，就没开灯。我想看看能不能在他家里找到那幅画。那一瞬间我就懂了，他是因为把画弄脏了，没有办法交给我。他想重新画一幅，却又画不出来，所以就一直拖着。阮明宇的指纹和那幅没有落款的画上提取出来的指纹不匹配，头发和现场比对呢？不是源自于同一个母系家族。团队，我刚刚确认过了，阮明宇家大楼的保安可以证实他的说法。他9点多回家，11点之后又离开家，轿车记录是符合的。你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请你们相信我，胡杰的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跟我们说一说你跟胡杰的关系吧。我和胡杰是在大学的一场美术竞赛中认识的。她长得非常漂亮，也很有才华。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。那年暑假，我偷偷去李家镇去找她。你在拍什么呢？拍的你啊，你看。你把它删了吧。啊？删了，快点儿！哦。你快点删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当时我也非常好奇，反复问他往湖里丢的是什么，他不敢告诉我，反应非常的激烈，而且坚持要让我把照片删掉。你看到丢的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但是后来听镇上的人说，那天湖山有人死了，是被钢笔扎进脖子里扎死的。再结合胡杰看到我拍照时候的反应，我就猜测这件事情是不是和胡杰有关系。被他扔进湖里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那支杀人的钢笔？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？我喜欢他，他是那个我想要去守护的人。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，这个秘密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不是只要我可以保守住这个秘密，他就能一辈子都在我身边？所以你把照片删了？没有。
那张照片在我的电脑里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胡杰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那个时候的他喜欢着另外一个人。你认识他吗？没见过，不认识。我只知道，他是胡杰在江城美术竞赛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。那场比赛，胡杰拿了银奖，那个人得了金奖。他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到了李家镇，可那个人偏偏又喜欢上了他的好朋友樊降雪。我太了解胡杰了，他一定接受不了。所以我去李家镇，也是为了安慰他。是我没有保护好胡杰，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。这就是阮明宇说的那张照片，时间有点久，分辨率最高也就这样了。放最大了。啊，对，朱队，阮明宇说的那个江城美术竞赛资料被我找到了，这是作品集、报名资料。这个比赛已经停办几年了。对了，这是胡杰的银奖，这个是金奖。这个金奖获得者的资料找到了吗？有。对，就是他。陈楚川。啊。陈楚川。他是齐思哲医科大学的朋友。我们刚刚查过陈楚川心理诊所附近的监控，发现他的车最后一次出现就是在胡杰死亡的当晚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连人带车仿佛消失在这个城市一样。我们在心理诊所附近也设下盘查了过往车辆，没有发现陈楚川。纹身男没找到，周边店家呀又都说没看见过陈楚川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说是一无所获，简直就是毫无进展。哎，徐法医，宋维民家属送来的药，我们已经全部检验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宋维民的药检也重新做过了，结果和上次一样，身体里没有任何药物残留可供对比。今天这个前台 Maggie 也说没有见过这种新型药物，而且一问三不知。但可以确认的是，这个药的包装袋是来自于他们诊所。Maggie 还说陈楚川见过胡杰，而且陈楚川见到胡杰时脸色大变，立刻让 Maggie 下班回家，之后就和胡杰进了办公室。他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不对啊，我在附近监控没看见他呀。那是1个月之前的事了，应该都删掉了。可是这胡杰去找陈楚川干什么呀？我们现在找不到陈楚川，就没办法确认当年那幅画上面的指纹是不是他的。大家再继续找吧。
来了。你是笃定樊教雪和胡杰死了之后，我们查不到真相啊，所以才过来的吧？不是，二位警官，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们是怀疑我吗10月13号晚上9点到11点，你人在哪儿？我在诊所。有人可以给我证明的。谁？齐思哲。你见过这个吗？这和小飞的案子有关系。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我的确在陈楚川的诊所里。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去找他？我怀疑有人通过研制药物来制毒。那你觉得他当时有可疑的地方吗？我那天在诊所，从9点半待到了11点左右。以我们推测出的胡杰的死亡时间来看，陈楚川的确不可能是凶手。就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胡杰家到陈楚川的诊所大约45分钟的路程。如果他真的在9点杀了胡杰，然后离开现场弃尸，怎么也不可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回到诊所跟季法医见面。我和你在诊所相遇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陈楚川是第一嫌疑人，你为什么又第一时间告诉我说你们案发时在一起？请问还需要多久啊？我当时只怀疑陈楚川是不是和新型药物有关，我并没有联想到我和他会面的时间竟然会和胡杰的死亡时间重叠了。所以齐法医当时并不知道胡杰跟陈楚川的关系，对吗？我当时并不知道。先不说樊降雪这个案，陈楚川的口供是否可信，当年的这个案子现场已经经过了整理，所有的证据可能都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。现在你又是陈楚川的不在场证明人，他就笃定这一点，所以才来找你，然后接受我们的审查。韩队，小西说在诊所附近的监控里看到齐法医跟陈楚川的车分别是在晚上10点50分跟11点45分离开的。不对。怎么样？陈楚川的体内没有发现药物残留的反应，我跟其他有关的新型药物样本也做了对比，全都不符合。陈楚川跟樊降雪还有胡杰都有联系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和他们的死有关。再过几个小时，我们找不到证据的话，就只能把他放了。我需要去一趟胡杰案的第一现场。
根据现场的血迹还原判断，凶手应该提前埋伏在胡杰家里，胡杰一进屋就被攻击了。阮明宇说他11点多到的这里，所以凶手要在阮明宇到达之前杀掉胡杰，并处理掉现场。撕破颈动脉会在现场留下大量的血迹，凶手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理现场，一定会用到漂白水或者清洁剂。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一定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，或者清洁剂的味道。但审讯中，他并没有说出任何异常。你怀疑阮明宇说谎？团队，戚主任，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这儿停水了。19点到次日凌晨3点。如果那天这个时间停水的话，这么多血迹，他怎么处理啊？按照胡杰的死亡时间线来看，当时这里正在停水，凶手根本没有条件清理现场的血迹。如果他没有清理现场，那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发现异常。而如果阮明宇没有发现异常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，阮明宇到这里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没有成为凶案现场。小宋，去看一下其他屋里的水。好。水是清的。胡杰家另外2个水龙头的水都是浊的，应该是停水之后没有人使用过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被误导了。我怀疑，胡杰的尸体根本没有在这里出现过。凶手在别处杀了胡杰后，把这里伪造成第一现场。只是时间不是阮明宇来之前，而是阮明宇离开之后。准确的说，是这里恢复供水后。所以那个水管喷出来的都是清水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将胡杰的尸体扔进垃圾桶里？这样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？凶手把胡杰的脸给砸烂，把他的指纹给破坏掉，但是唯独可以证明他身份的刺青，他却没有毁掉。他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死者是胡杰，从而把我们带到这个他伪造的第一现场来。那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儿？我想审陈楚川。这不符合规定。你和陈楚川是朋友，再加上你又是他不在场的证人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说服我的理由，我可以去跟白局申请。我怀疑陈楚川的诊所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你是来看我的还是审我的？14年前，樊降雪不是胡杰杀的吧？刚才你的2位同事已经审过我了，我也有很多的疑问，我也需要一个答案，需要一个真相，你明白吗？樊降雪的死是个意外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你们找到当年案件的线索了吗？我是说，那个伤口是个意外。师兄，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在酒吧，我救过一个人的命吗？其实那个时候，你更有机会用环甲膜穿刺术救他的。他怎么了？他应该是急性过敏。石哥，你拔出他，我来。太久了，我不记得了。
那我来帮你回忆。樊绛雪和胡杰的致命伤，伤口乍看相似，但其实凶手的手法完全不同。凶手在杀死胡杰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像是带着恨意，直接刺破了颈动脉。而樊绛雪，她的伤口是在颈动脉和喉咙之间，这个位置，你跟我都很清楚，正是环甲膜穿刺术的施救位置。只不过，因为失手刺破了颈动脉，导致了大出血。然后呢？胡杰死的那天晚上，你是我不在场的证人，对吧？我只能证明当时你不在胡杰家，但我证明不了你没杀人。当时，胡杰的尸体就在你的诊所吗？我去个洗手间。哎，那个里面马桶坏了，你到外面那个去上吧。好。当时那间洗手间里，就是胡杰的尸体吗？料到我会来，但同时，我的到来正好给你制造了一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你只需要证明胡杰不是死在你的诊所里，那么他的死就跟你无关了。我离开之后，你处理掉胡杰的尸体。毁掉了脸和指纹，把它丢弃在了垃圾桶里。然后，你到了胡杰的家里，伪造了现场。我说的对吗，师哥？这么多年，我第一次看见你推理办案的样子，真不错。还记得上学的时候，李明说过咱们俩吗？说我选择当心理医生，看一个病人需要大半年的时间，也未必能看好。而你选择当法医，真的能救人吗？更多的时候是要面对那些冰冷的尸体吧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的推理非常的精彩，但是办案要讲究证据的，对吗？有没有发现？没有。朱队，诊所的每个角落，我们都做了卢米诺的检测，没有任何的血迹反应。恐怕这里也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啊。熬合剂。啊？
我知道为什么没有卢米诺反应。啊？螯合剂是一种可以和金属离子形成稳定复合物的化学物质，一般会出现在清洁剂当中，在工业清洁当中，常常用来除去设备和管道当中的金属沉积物和污垢。高远，崔主任，我问你，卢米诺试验的原理是什么？卢米诺实验，人体血液当中含有2价的铁离子，而卢米诺溶液当中含有过氧化氢，二者结合之后会发生反应，从而形成水以及单氧，而单氧又会去氧化卢米诺，从而使其发光。这就是卢米诺实验的原理。是这样。能不能简单点？那如果说血液当中的铁离子没有被催化，而是被螯合掉了呢？如果铁离子被螯合掉，就不会催化过氧化氢，也就不会发生反应，那卢米诺就不会发光了。能不能不要说那么多专业术语，简单点？有一种溶液，它可以跟铁离子发生反应，阻止铁离子参与别的反应，所以无论我们怎么去实验，卢米诺都不会发光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检测出这种螯合剂的残留痕迹，那我们就可以证明胡杰的第一死亡现场就是在诊所。是，他们是找我了，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明白。齐主任，韩队，你们看，这儿也有，还有这儿。小宋，立刻抓捕陈楚川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队，接到线报，疑似陈楚川的车辆正在开往边境罗旺的路上。陈楚川，我14年前帮你做了那么多事儿，我就连一幅画都不能要了是吗？我跟你说了1000遍、10000遍，我画不了。那你就是逼着我跟警察说出当年的实情了是吗？我不在乎。你知道这14年我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一直在痛苦和悔恨当中度过，是我害死了江雪，是我呀！陈楚川，你还是一心想着樊江雪是吗？你以为你知道的就是所有事实的真相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让你知道樊江雪是怎么死的。我买一盆他能过敏的花放在那儿，我就要弄死他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俩当年在一起那个样子，让我特别嫉妒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。为什么要杀了他？是你杀了他的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胡仙，胡仙，我不是胡仙，胡仙。
对不起啊，江雪，是我害了，是我害了。陈总裁，樊江雪死了！我能救他！陈总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他已经死了，没法救了。如果警察知道，你这辈子就完了，你就没有前途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前途了！你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我能帮你处理好这件事。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。白局，在距离罗旺县5公里的国道325路口发现车辆，符合在医院里撞朱队那辆车的外貌，怀疑是嫌疑人。通知韩峰，立刻展开抓捕。是。川哥，我安排好了，走吧。到边境还需要多久？川哥，你打个盹儿，马上就到。
这哪儿啊？到哪儿了？